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傲。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常被忽视却与每个人健康息息相关的隐形健康威胁——骨质疏松。它悄然发生，却可能带来严重影响。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预防与应对呢？为此，我们再次荣幸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衡水第4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志鹏医生。刘主任一直致力于骨骼健康的科普与临床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刘主任，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确实，骨质疏松是我们骨科门诊中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大众轻视的一个健康问题。今天希望和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聊透，分享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家更好的守护骨骼健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刘主任我首先呢想代表观众朋友们问您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自然呢就疏松了，再治疗是不是为时已晚了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也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骨质疏松它不是正常的一个衰老现象，而是一种可防可治的全身性骨骼疾病。它带来的最大危害不是常说的腰酸背痛，而是叫脆性骨折，就是在这个轻微的外力下就发生的骨折。比如说这个平地滑倒就导致这个髋部、手腕、脊柱，其中这个髋部骨折对老年人危害最大，常被人称为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据统计一年内这个死亡率甚至可高达这个20%，致残率甚至超过50%。因此无论年龄多大，积极的治疗防治这个骨质疏松绝不是折腾，而是守护晚年行动自由和生命重要的必要投资。很多老年人认为骨质疏松无法逆转，人老了骨头就该老了，就别折腾了，为此放弃治疗十分可惜。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人老骨相老。咱们再换个说法，就是自己就是骨老了，人就老了。所以如果老年朋友不想让自己老得快，那就要让骨头老得慢些。所以治疗骨质疏松非常的有必要。我就举一个例子，准确的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吧，大家身边应该都看到过。主持人，你身边的朋友也有没有看着像40到50岁的，其实真正年龄才30岁左右，还有看到特别年轻的，其实已经60、70岁了。这个同龄人同学的，有的就是咱们说的青春永驻，有的就未老先衰，就这个意思。您说的太形象了，确实在我们身边就能看到，有的同龄人看起来呢比较有活力，有的呢却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不少。看来呢，骨骼健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和精神面貌，所以保持骨骼年轻就是在延缓衰老的速度。对，所以要保持年轻，就要保持骨头年轻。您看您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意识到严重性了。那从医学上讲，到底什么才是骨质疏松？我们的骨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骨质疏松我们俗称骨头，老百姓常说变康了。医学定义是以骨量的减少和骨组织微结构的破坏，导致这个骨的脆性增加，发生骨折为特征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健康的骨头就像一块结实、空隙细密的一个海绵，承重力也比较强。而骨质疏松的骨头呢，就像这个海绵被侵蚀了、风化了，空隙变大了，骨架变薄了、变脆了，承重能力大大下降，很容易就折断了。在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中，女性的患病率约为20%多，男性呢稍微低一点，14.4%。但公众的这种的治疗率和治愈率都非常低。
这个海绵变糠的比喻啊，实在是太形象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让骨头保持年轻的状态呢？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要多喝骨头汤呢？这又是一个误区。好多人认为多吃骨头汤有益于防止骨质疏松。其实动物骨头里虽然含有钙的成分，但它难溶于水，因为骨头汤里溶解了大量的脂肪颗粒。如果经常食用对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一样，还能引起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常见的脂肪肝、高脂血症，就是好喝不实用。所以我也经常对我的病人说，这熬骨头汤呀，还不如直接吃骨头和吃肉，这样来得快，又能补钙，又能摄入高蛋白。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以形补形并不科学。喝骨头汤呢，主要是补充了脂肪，但真正能补到我们骨骼里的钙微乎其微。那我想问您一下，我们老年人该怎么初步判断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骨质疏松症，我们就简称骨松吧。它是一种骨量减少、骨组织的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和容易发生骨折的一个全身性疾病。在我国患骨质疏松的人口约有8000万，发病率6.69%，就是说一个100个人里边就有6-7个骨质疏松症患者。65岁以上的女性约半数就患有骨质疏松症。近半数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为低骨量，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而居民对骨质疏松认知还普遍不足，咱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呢？其实从定义上，刚才说的定义上就能大概判断，骨质疏松症和我上次提到的骨关节炎，其实都属于退行性疾病，不可避免，是以人一生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我们可以及早的防范，从年轻时就应该注重饮食补钙并坚持运动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就比较低，或就会最大限度的推迟骨质疏松的发病年龄。病患即便出现，症状也比较轻，且发展的速度要较慢。那我理解一下，骨质疏松不是简单的缺钙，而是骨骼内部的微结构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的骨头变得脆弱，容易骨折。虽然呢，这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出现的状况，但通过早干预、早预防，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发生的时间往后推，即使出现了，严重程度也会轻很多。那具体哪些人群需要特别关注呢？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容易患骨质疏松。好。我把这些人简单来说分成5类，就以便于大家容易理解吧。第一类就是女性，尤其是过早绝经的女性，就是4岁之前就绝经了，或者是绝经后的正常绝经后的5到10年吧。就是女性的雌激素的激素的下降，导致骨量的快速丢失，而引发的骨质疏松。所以大家要切记雌激素是我们骨骼的保护神。这是女性。第二类就是遗传因素，身体弱瘦小的，我们医生常用瘦小老太太形容这类高危人群。这个也比较常见，就是祖祖辈辈都是身体瘦小的。第三类就是补钙不足，缺乏运动，尤其是缺乏关照的，就该补钙的时候或者需要补钙的时候没有补钙，加上又在家里边不出门，缺乏运动，不出门不运动又见不着太阳光，缺乏关照，对年轻人来讲也同样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因素吧。现在年轻人未老先衰就是这个原因。第4类就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嗜好吧，像吸烟、酗酒、过量的应用一些咖啡或者浓茶这些特殊嗜好的人群。第5类就是患一些某些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甲亢、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尤其是里边有激素药物的，还有过量的一些甲状腺激素等。这5类人特别要引起重视。
其实吧，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评估风险。为此，这个国际的骨质疏松症这个基金会啊，这个组织啊，提供了一套1分钟就能自测、快速的判断。这个在网上一搜，几乎都能搜到，一共都10道题，只要1道题，答案是是，就是阳性。刘主任，您刚才归纳的这5类呢，已经非常清晰了。